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啊！我们看到昨天外围市场美股出现了一个小的回调动作啊，跌幅达到1.14%。那么这个下跌会不会影响整个反弹的进程呢？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在1月6日的这一天就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标志性的阳线。这根阳线呢扭转了行情当中下跌的一个预期。在12月15日的这根阴线出现之后，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标志性的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节阴线，然后后面的 K 线呢是8节阴线遇到的妖怪，也就是干扰了下跌的一个预期但是在1月5日这一天的 K 线出现了一个反转，这根阳线呢，我们看到吞没了8节阴线所有的势力范围，因此呢，我们管它叫悟空阳线，它也是一个多头启动的信号。那么有了悟空阳线之后，我们通过合并 K 线这3根可以合并成一组，叫悟空阳线组，然后走出了8节阳线、沙僧阳线。那么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处在行情当中的一个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那么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沙僧阳线非常容易出各种的震荡行情，干扰我们对多头的一个判断。那么在沙僧阳线没有被杀死之前呢，我认为多头行情仍然有可能继续最终完成本轮的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冲出一个新高。所以呢，目前虽然有调整道指这方面虽然有调整，但是它的唐僧阳线还是有机会出现的，最终的完成本轮的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在这一轮道指的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比特币相对来说是非常强势的。我们把 K 线调整到比特币。首先看1小时线我们看到比特币始终处在一个21000美金的高位之上在这个高位的过程当中，它的结构呢正在不断的变化。目前呢已经从矩形结构和之前的收敛三角形结构逐渐向一个新的这个振幅更窄的收敛三角形结构运行。那么在这个窄的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我已经连出来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新的收敛三角形。这个收敛三角形呢它的角度是非常窄的。在这个窄的收敛三角形的当中，我们看到正在不断的接近焦点。我们认为近焦点附近呢是一个容易发生变盘的一个区域。那么在行情当中，首先在这个区域附近在接近焦点的位置上，我们首先要有一个仓位这个仓位呢是如果它能够直接出现拉升，我们会获利的。那么还有一点要清楚的是，我们下方还要有一个准备仓位，因为我们看到小日线的169均线和144均线正在不断的上移，在上移过程当中构成了它回调的一个支撑。那么对于比特币来说，我们看到它在日线级别上已经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这个上涨西游的动作呢是在1月11日开始启动的。1月11日走出了一个悟空阳线，然后走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呢完成了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分别突破了这个9月份波峰连线形成了一个压力位，然后144均线压力位、169均线压力位，然后还有这个5月份22年5月份波峰连线形成一个压力，然后还有19500美金的一个波谷连线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压力突破多重压力位之后，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宣告结束。然后根据我们 K 线西游这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法则，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结束之后容易走小日线级别调整。那么这里面小日线级别调整还不足够，所以呢盘面当中它有机会出现一个向2万美金附近这个价格向2万美金附近打过来的一个需求。因此呢，你在现货这个位置上布局仓位有了仓位之后呢，在底部位置还要有一个补充的仓位等待补充的一个仓位。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已经完成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冲破多重阻力之后，仍然是一个多头的趋势我们看到昨天小时线的这个结构是明显要强势于美股的因为美股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的阴线但是比特币这个位置仍然虽然是震荡虽然有一些横盘动作，但是没有像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这样的一个调整过程，证明目前比特币处在一个非常强势的行情当中。在这种强势的情况下，走完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周线级别。目前呢，周线级别上已经走出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叫悟空阳线。那么周线级别上就有可能走8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走一轮周线级别的上涨有了这样的多头预期，然后我们主要看的是目前在小日线级别的一个结构。那当前的这个结构呢，要做2手准备首先你要有仓位然后还要有一个准备如果回打下来之后形成
这个小阳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你要在支撑位附近啊，在2万美金附近补充一个仓位啊，这样呢，你在持币或者是有多头的情况下，才容易获得未来周线级别上涨吸油的一个利润啊，趋势上的利润。往往呢，短波的行情你可能抓住，但是获利一些之后呢，再次抓短波啊，这个反复进出场之后，你的利润容易受到损失。但是做趋势行情更容易获得更大的利润啊。在 K 线吸油战法当中，我们主要强调几点：第一个呢是抓趋势，第二呢抓位置，第三呢是分布式进场呢，第四呢就是控制你的止损位啊。通过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我们可以看到啊，目前行情当中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主要是持平的，因为上方存在一个筹码密集区形成的一个压力，因此呢，本轮行情我们看到主要是比特币的领涨动作让以太坊被动的跟从式上涨，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的价格上来。我们看到以太坊出现了连续上涨之后也是突破了1690均线这个上方之后，这个位置突破之后上方的空间就被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就要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周线。那么和比特币类似的是以太坊目前也已经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这样呢，它就有可能走周线级别的上涨过程。那么以太坊目前还是一个多头的趋势，我们要耐心等待更多的机会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当前的结构和比特币类似的是它走出了一个非常窄幅的收敛动作这也是一个高位的楔形整理盘整，然后焦点位不断后移。那么目前来看这个焦点位目前的价格呢正处在焦点位之上，所以呢行情发生变盘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那么我们在小阳线级别呢主要掌握把握一下1500点这个重要的小阳线级别144均线和1690均线的一个支撑位然后呢在这个支撑位之下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4小时级别的它的支撑呢是更往下一些的，所以呢随着上涨风险呢也正在不断的聚集那么我们主要的布局的点位呢，你要参考小阳线的144均线和那个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然后尽量把仓位分散开来如果出现小阳线级别回调，我们可以看到小阳线级别回调的目标点位呢，大概是在1500美金附近。那4小时级别的回调点位呢，大概是在1420美金附近这样这里也是一个筹码密集区分散式布局，分布式进场，更容易的在行情当中把这个风险打散最终呢形成这个可以迎接八面来风的这种获利局面因为单点进场你的风险是最大的，把自己的筹码和仓位打散之后呢，更容易在行情当中把这个风险化解掉最终获得这个八面来风更容易获得趋势上的利润那么我们看到山寨币行情在这轮里面出现了不同的板块轮动。首先第一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的是Gala出现了一个快速上行动作那么日线级别形成突破之后一直强势上行，并且呢当前行情当中，我们看到Gala处在一个调整的趋势虽然涨幅达到20%、200%之后，它出现了一个领涨画面，但是最近几个交易日出现了一个滞涨之后呢，我们看到板块正在不断的轮动那么当前板块涨得最猛的，今天涨幅最大的，我认为是史币史币在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在突破了144和1690均线之后站稳这个位置之后开始了进一步的上攻动作。今天的上涨幅度达到20%，证明目前我们判断的多头正在不同板块轮动这个策略是正确的。但是呢，我认为你不要随着板块轮动不断的切换币种，不断的切换自己的仓位这样呢非常容易造成每天追涨杀跌，最终呢错过整轮行情的涨幅。那么你之前持有什么币种并且获利的情况下我认为坚定一些自己的信仰继续持有这样的策略比较好。然后我是比较看好Gala的，因为目前呢它是落后于很多急涨币种了。虽然之前它出现过领涨，但是目前它是落后的，并且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悟空阳线、八节阳线那么当前处在一个沙僧阳线震荡行情当中，在未来容易走出一个唐僧阳线，最终完成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并且呢Gala目前的价格相对来说是非常低的，我们可以在这个高点往下测量之后看到当前价格距离它的高点已经下跌了95%左右，那么最低点呢和它的最高点它是下跌了98%，
因此呢，当前行情虽然出现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和八节阳线，但是上方仍然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让旮旯的价格重新回到0.1美金之上啊，这是一个对于旮旯的我对它的一些信心。同时呢，可以关注的是SOL我们之前SOL已经获利颇多，但是SOL完成日线级别上涨吸油之后，我们看到目前始终处在144和169之下。我们认为很多币种在行情走完之后都会处在一个相对平衡的水平。我们看到比特币和以太坊都纷纷突破了144和169，但是对于SOL来说，目前仍然在这个水面之下这就有机会让它成为后涨的币种，也就是补涨的币种呢，最终完成平行于同步于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一个涨势。那么在SOL这个周线级别上来看，我们也看到了悟空阳线走出来了，八节阳线走出来了，后面行情就有可能走周线级别的上涨最终我给出的目标位现在对SOL的一个预期是翻倍行情，也就是说它能达到45美金附近，最终呢回到之前行情当中的一个平台期。那么通过SOL的这个当前的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挖坑之后然后这个坑呢是一个黄金坑这个黄金坑出现之后，往往容易获得非常好的利润，但是这个黄金坑呢一般出现于熊市的尾声后半段容易出现这个黄金坑。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键3连，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再见。